不过这法官还挺给力的，可以让李周成几乎净身出户了吧？姐，我知道这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，生活有时候确实挺不堪的。但是我觉得这案子对您这样的女性来说，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情。而且您条件这么好，去稍微收拾一下，去健身房找个教练塑塑形，没准马上又遇到您人生第二春了。我不要什么第二春，我救我老公。姐，都怪你！你不是说法官都不会判吗？法官要是真判离了，我怎么办？你这都是给我出的什么招啊？但是刚刚法官问您意见的时候，您不是表达的也挺坚决的吗？反正我不管，你就得帮我处理，我就是不离。这样行吧？不离，咱不离了。您回家就跟姐夫说，这婚咱不离了。凭什么呀？你去说去，这事是你搞砸的，你去让他给我解决了。好，我去跟法官说，只要您说您后悔了，您是原告，法官肯定站您这边。不行，他要知道这次又是我反悔的，我在他面前更翻不了身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自己挖的坑，你自己想办法去填。你要是解决不了，你就得10倍赔偿给我。姐，究竟是人性的泯灭，还是道德的沦丧？大家一起收看《瑞法眼》。话不多说，主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网上非常火爆的蛇蝎媳妇大战病毒婆婆案件。一个病毒传染给孩子，究竟是不小心呢，还是刻意而为之？哎，喂，你好，刘先生。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？哦，我在录公众号呢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我都快急死了，你还弄你那破东西啊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天下午跑了3家医院了，没有一家医院给我开那个证明。是，那一般正规医院确实是不太愿意给您开这证明。不正规的我也去了，人家也不给开。那您之前在法庭上那么说的时候，是考虑过了，真的不打算要孩子了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刘先生，您有没有考虑过真的去做一个绝育手术啊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哎，秦瑞，当时在法庭上，我是看你没招了，我在帮你想办法呢。你怎么净给我出这些歪门邪道的办法呀？我告诉你，我选择你们这家律所，是因为我好心好意，我照顾你们生意。除了便宜，什么问题都没给我解决。而且我今天也到大律所打听过了，人家那些实习生那个精气神、专业水平那叫一个高。人家的主任是常胜将军行业翘楚，人家有的是思路和破局办法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这种案子手拿把掐，孩子肯定能判给我。那您觉得他们说这话能信吗？那为了接活，什么话？怎么能不是真的呢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这种半瓶子的人根本不明白什么才叫专业。看看人家是什么水平的，起步就是不一样的资源。而且人家人家还说了，我这种东西可以做风险代理，先办事儿后拿钱。官司打赢了才说给钱的事儿。你明不明白，这才叫专业服务啊！你们什么破律所啊？你能行，办不了我就换人了。刘先生，要不这样，您再给我点时间，我肯定帮你想想办法。我就给你3天时间，要不然你帮我搞定那个假证明，要不然我就换人。就这样。练练，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说吗？那精气神儿，那他倒是找他们去啊，跟铁公鸡似的。我前后给他忙活那么久，就给了300定金。别跟我提什么大律师所，
那大律师所的专业哦，我就是歪门邪道，那是吹牛，打官司不靠吹好吗？你知道他们这属于什么吗？土老帽逛商场，两眼捉瞎只认得名牌。你能跟他们一般见识，真是。你说我是不是没有我自己想的那么好啊？哎，拉倒吧娘，可别看不起自己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个人啊，就不喜欢这种人。你看现在满大街的人，还有谁为精明论？都清醒得很，大家喜欢的还得是你这种亲民的。不懂。我知道你是在安慰我，谢谢你。谁安慰你了？我说的是事实啊。在认识你之前，我都没想到，一个人脑瓜里能有那么多有趣的主意，奇奇怪怪的门道。哼，砸是砸了点，但这是你的核心竞争力啊。就是，砸怎么了？谁说咱小律所就出不了一个金牌大律师？每个律师都得挤破头抢红圈所才行。对喽。要不练练现在靠你救救我吧？开张男性无生育能力证明。难？你认真的，死人的行吗？你真没幽默感。那行吧，我自己再想想办法，我先挂了。这急是干嘛去了？让我找到一些灵感吧。全体起立。副庭长舒静，有小孩，同理心强，公正。我跟被告结婚那会儿年纪轻，被告去夜店玩，彻夜不归。他眼里，孙辣辣肯定不是合格的母亲。于法官，年轻有为，肤白貌美，家庭幸福。他觉得孙辣辣的家庭环境影响小笼包的成长。被告方父母什么情况？被告父母离婚了，然后他们又各自再婚了，然后他们又都离婚了。那包我们那8000一个月的，那不一抓一大把吗？可能他都不知道他爸妈现在在不在世。沈燮志，冷漠无情，他就是个判决机器。本来也没指望过他。本来两位女法官还有点希望的，让刘文波这么一闹，那2票都选了。现在看来，哪票都得争取啊！老天爷，给我点灵感吧！瞧你这话说的，同学一场，别的我帮不了你什么忙，断个案子我还是专业的，那就看你要得到什么了。你得到什么，那还不得付出一点儿？那你就快点，赶紧过来，好好贿赂贿赂我，我到时候啊帮你说2句好话啊，赶紧的。贿赂？好你个沈燮志啊！我还以为刘文波那无赖是诈我的，口口声声仁义道德法律原则，背地里竟然干这种肮脏勾当。带什么理由来了？还卖关子？在找我吗？身为律师，深更半夜跟踪案件，主审法官，你想干嘛？说话呀！你什么你？你给不了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我就报警啊！别在这恶人先告状！我恶人先告状？你在这干什么勾当？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全都给录下来了。我干什么勾当了？你录下什么了？那是证据啊！你在这跟人受贿行贿的，这都是证据。我受贿行贿？
你深更半夜跟踪法官，还污蔑法官，我现在就报警。你报什么警啊？你有话别碰我，放手！你报警，你报警干什么呀？你别报警，放手，给我！你还乱说乱话！这江法官，哎呀，你来的正好啊！你正好你当个人证。他刚刚在这儿黑灯瞎火的，他受贿行贿，他还要恶人先告状，他报警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来的倒挺是时候啊。秦大律师啊，我来给您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就是我的行贿人啊，江峰，江法官啊，我俩一起啊约好了回家违法乱纪啊，这后面呢就是我家。哦啊，对，我是那个行贿的，老有律师对我们围追堵截，想腐蚀我们，带了一瓶好酒来行贿一下，沈法官让他帮我出个主意。哎呦，这好酒还真不错呀，得200块钱吧？啊，200块钱行贿判几年呀？要不咱还是报警吧？别，您看您怎么总想着报警啊？哎，这不是巧了吗？啊，你看我怎么没想到呢？你们竟然是朋友，这有红酒配俩菜，肯定得吃点主食，要不然容易喝多了啊！沈法官，少喝点，有事常联系，常联系，打电话啊，发微信也行啊。他这是怎么了呀？他已经喝多了。今天下班这么晚啊？唉，1个亿挣到了。完了，我这刚吃完最后一口面。要么你喝点汤。饿死我了，忙了一晚上还真没来得及吃饭。哎，本来我想抓那法官受贿的，谁知道行贿的人是江峰。哎呀，丢脸真的丢大了。这次估计把那法官都得罪完了。别想了，你奶奶寄的快递在后面，快去看看。奶奶要寄包裹了。哇，什么东西啊？还挺沉的。又是干货。这么多东西。老样子，每样东西都有2份，你一半，我一半。啊，太好了！奶奶真是什么事儿都想着我。这么多东西，奶奶又一天没闲着吗？这一闻就知道是奶奶晒的味道。给奶奶视频一下。奶奶，这么快就接了？你接东西我们都收到了啊。奶奶好，东西我收到了。恋恋，又漂亮了不少。是吗？谢谢奶奶啊。奶奶，药记得吃了吗？鸡吃过了，奶奶还指着它下蛋呢。什么鸡呀？我说药。哦，药啊。药吃了，药多着呢。这怎么会多着呢？我这上面都记好了，今天就没药了，你怎么还会有多的？是不是没按时吃？你是不是担心我没钱啊？我跟你说，恋恋可在这儿，可以给我作证啊！我现在可是我们律师所的金牌律师，我刚接了一个大案子，而且我正愁我这钱怎么花出去呢。我家香香啊，能挣钱了。奶奶，好好吃药，好好吃药。行，那你别操心了，早点休息。拜拜，奶奶。这药就是没有按时吃。唉，这个月上刀山下火海都得有笔收益了。下回，牌表出来了，往下发一下。好。牌表我放这儿了。哦，好。
苏琪，来点表。好嘞。来点表放桌上。好。好了，法官大人，这都是我的错。原告，你举证这个内容，想证明什么？让他自己说。法官是这样的，前2年呢，就是我买了一只蜥蜴，然后我就买那个就是蟑螂啊当饲料。活的。活的。我一回来，我这个不小心啊，就把它打翻了。但是后来我也想了很多办法，什么小强屋啊、杀虫药，包括我连那个最专业的消杀队我都请。结果就是，不管我们搬家有多仔细，房间里喷了10几罐蟑螂药，闷个3、5天都没有效果。我们搬到哪里，他们就跟到哪里。接下来我会举证一些家里贵重的物品，还有我私人的物品，希望你能够折现给我。媳妇儿，你要和我离婚，不就是因为这些蟑螂闹的吗？你这不是有个清单吗？那咱们这样，按照你这清单啊，一模一样的都买一样。生活与爱好相悖，总要有一方妥协。男方勇于认错，态度良好，是离是合，各占一半，可以调解。嗨，沈法官。哎，您现在方便吗？要不我们借一步说话。有什么话，在庭上说就行了。刘丽华的案子能不能不离呀？她自己实锤了丈夫出轨，态度又非常坚决，我这是尊重当事人意愿。是，那此一时彼一时嘛，她下了庭就后悔了。后悔的话，让当事人来找我，或者你让他直接撤诉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沈法官，主要是我当事人他好面子，他自己不好意思来，他不想撤诉，也不想离婚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们一般都觉得这离婚官司怎么都得3、4回，哎，到您这儿一下给解决了。所以你后面律师费是收不到了，是吗？是啊。哦，我也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担心自己的钱，我是真的为了当事人好。为了当事人好。让他继续回去给那男的做牛做马。那家庭的事情本来就非常复杂，不是我们外人能说得清楚的。怎么个复杂法？要不你来教教我？哎，3个娃，就一个普通家庭带一个孩子就已经够费劲了，更别说是3个孩子。你就说，这以后孩子长大结婚生子，哪件事爸爸能不在场啊？哎呀，就当我求求您了，行吗？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啥情况啊？让他亲自来找我。啊，不负责啊！要吃了，那药多着呢。你怎么还会有多的？是不是没按时吃？这个月上刀山下火海都得有笔收益了。你不管是吧？你看看这是什么？这干什么？敌敌畏。哎，小姑娘，不要想不开啊！跟你没关系啊，这是我在他包里面发现的，难道你就见死不救吗？你好，这些东西我不要了，帮我退一下。真怎么有眼不见？哎，小兄弟，不要冲动啊！多搞个脸，走呢，没事，帮你的，你放心啊！对，你放心，我会帮着你啊。阿姨给我。出来了，王阿姨，到这里了啊！今儿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姐姐，玩去。来，行啊，我就后边捡个土。慢点啊，慢点。哇，
这家伙事儿带回来了。江湖救急，同事犒劳我的，好看吧？心心美美的工具就是好疗愈。胳膊咋了？这个叫消气操，气死我了！又啊，明白了，懂了懂。继续养你嘛，知道了。冰箱里还有个三明治，赶紧吃了去。今天真的是不怪我，都怪那个法官，是骡子是马，他得让我拉出来溜溜啊！我这蹄儿还没抬起来呢。他倒好，直接宣布游戏结束了。啊？你不会被法院驱逐出庭了吧？那完了，你这京城法院的路算是走死了。呸呸呸！烦死了，乌鸦嘴，哪有那么夸张？那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一家5口的终身大事儿，2夫妻3个孩子，咔嚓一下就要判离了。要是法官这么判，你不就胜诉了？这女的就想用离婚吓唬吓唬这男的，这男的也是就想着连哄带骗，得过且过。谁知道啊，这么快，气死我了！神法手。什么？谁啊？那法官的名儿我给他起的，叫沈谢志。谢志，北大正直、明辨是非的司法神兽。沈谢志，他怎么去基层了？而且还是家事庭。不是，你认识他？那当然了，他可是著名的一中院刑庭结案机器人第2代。那1代是谁啊？姓练吧，叫练永久，好像是啊，我记不清了。在我去鉴定所之前，他就离职了。但这个沈法手啊，自从他去了中院之后，年年的结案率都是他第1，那第2名别说是望其项背了，连他的尾气都够不着。被告，你承认没按时给原告生活费吗？我承认。那你能改吗？改？我才不改。被告注意态度，阿姨天天伺候你吃，伺候你穿，你不愿意支付生活费还有理了。你说的都对。阿姨，大爷知道错了，你俩愿意一起搭伙过日子，肯定还是有感情。你看能不能给他一次机会？不行，他这人就是个铁公鸡，一毛不拔，他改不了。2口子有啥不能一起商量的？大爷他这是会过日子，想把钱省着花，不是不给你。老话说得好，2口子一样活不到天亮。夫妻之间性格太像啊，遇事都倔，互不相让，反而呢容易闹矛盾。过日子要懂得互相包容，大事商量着来，小事要多体谅。也不能什么都怪我呀。法官，你不要劝了，今天这个婚，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。你们要是判不离的话，我今天就住在法院里，不走了。阿姨，您别冲动。闺女，让我怎么说呀？实在是，这后老伴他靠不住啊。他不是小气，他是把钱呐都给了前妻生的孩子了，他是旧情难断。阿姨，您想多了。大爷今年已经72了，都过了风花雪月的年纪，和前妻离婚都多少年前的事儿，早就没有感情了。您怎么还吃那陈年旧醋呢？你不知道，之前他和他那前妻隔3差5的偷摸联系，我也就忍了。可是他现在背着我，偷偷把退休金全转给他们娘俩了。你说这要不是有感情，谁信呢？他们背着我都转移财产了，一点情分也不留给我呀！我真是受不了。要是传出去，我会丢死人了哟。明天江峰结婚，带你去吃席怎么样？在家看家也挺好的。上次那个尸检报告就是我们部连夜给江峰赶出来的，人家专门嘱咐了，这次啊请我们全办公室的人吃席，嘿嘿，不收钱。这么好啊？哎，找到了，你看看，有好事儿。什么好事儿？新娘子是你。娄月，这我必须得去啊！
我以为结婚的地方都特别热闹呢。恭喜啊！这还挺安静的哈。是啊，这真花家伙。这是我毕业之后第一次参加婚礼。我也是。哎，不用不用。好严肃啊！南方同事啊，刑评法官都这样。这还不错啊。哎，这法官结个婚还挺不容易的哈。谢谢啊。我也拿一个，谢谢。哎，菜都还没上呢，这边有甜品。哎，馋半天了，快快。真可惜。吃啊！你少吃点儿。不吃白不吃。哎，一会儿敬酒的时候，你帮我引荐一下呗，跟新娘。干嘛？认识一下呀。这我之后要是去了红圈律所当律师了，就提前有个微信，多好。人家可是融合律所985硕士起步哦。那怎么了？大不了我假装粉丝，晚上还给我签个名。我都来这儿参加他婚礼了，这点面子他肯定得给我吧？行行行，包我身上。少吃点，一会儿还吃东西呢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有急事。什么？不是。人呢？奇怪。老天爷，我这青城法院的路不能走死啊！我一定跟他诚恳道歉，给我个机会吧。今天这个婚，我不结了。咱仨人位置正好，我原告，他被告。今儿我就薅你个羊毛，你好好给我评评理。这庭我可开不了啊，我今儿休息，我是来做伴郎的。怎么着啊？认识20多年了，还让我给你诉讼费啊？今儿必须给我判了。月，婚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别生气了，狡辩。那现在还想骗我？哎，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这不是在法庭，人民内部矛盾，咱心平气和的啊。咱仨一块儿长大的，对吧？又是发小。我在这个角度，这个位置不利于公正审判，我申请回避啊。待着，张法官，哎，你第一天知道法官和律师有回避制度吗？你之前去中院，我已经放弃了半个天海城，现在你要去高院了，你说说我还有什么路？退出律师圈。今天要不是他们说漏嘴了，你还要瞒我到什么时候啊？我怂，我没给你打电话说，但是微信上我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吗？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微信啊？还是我提前老年痴呆了，让你在这儿无中生有？我无中生有。哎呦，你等会儿。哎，去找。那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啊？你念个，拿着。哎，你念。江峰说：“月月，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商量。我被高院录取了，这个机会来之不易。”月月说：“啊，太过分了吧？这时候来乱我军心，启动紧急预案，大不了我做国际诉讼吧。”江峰说：“你确定，月月？我可太感动了。”月月说：“不然呢？都到这个时候了，我还能说？”你别说。我没发过这样的微信，江法官，哎，你都会伪造证据了是吧？我伪造什么证据啊？这都是你发给我的，您太逗了！哎，我什么时候给你发过这样的微信啊？是我。爷爷，那天你在试婚纱，我就拿着你的手机回复了，然后我就把消息删了。我知道月月，你们一路走来太不容易了，不能就差这临门一脚。妈，你这是在帮我吗？对不起。妈也是好心。真相大白了，是我们家的错。我给你道歉。没有，都一家人。今天这婚礼取消。出去！我现在脑子乱得很，不想跟你们任何人说话，没有一个人考虑过我的感受。哎呀，月月，都是妈不好，妈不
笑。哎，干嘛去？说说好话，安慰安慰他，让他冷静冷静啊。这事还得靠你自己。不是你，月月，走开！我错了好不好？你就别这样了，怎么是你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以为这是洗手间呢，走错了。你又跟踪我？什么叫跟踪你？我也是过来参加婚礼的。你俩认识是吧？你带他出去说，我们俩的事我们自己解决。我不是来找他的，娄略。其实我不是冲他，我是冲你来的。我知道我今天没有说话的立场。我是一名家事庭的律师，这种事我见多了。其实好多人一离婚就后悔了，甚至刚走出法院就会后悔。爱情不是儿戏，而且我了解你们应该认识很多年了，这么多年的缘分，说分就分，多可惜呀！别人的家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给我出去！呀，谢志，你让他说，你把阿姨劝劝啊，来。听他说说。娄律，我知道你是特别优秀的大律师，我就是一个家事庭的小律师，但是确实这方面的案子我经历的多呀。我之前就有一对客户。人生有涯，爱无涯，道路漫长，情更长。婚姻的本质就是要付出啊，爱情越甜蜜，婚姻就要越包容，对吧，阿姨？对呀，婚姻中就是你让我，我让你。你这姑娘说的多好啊，不愧是家事庭的律师。哎，过奖了。开场的表演都要结束了，司仪肯定在催你们俩赶紧给我出去！来，对，参加婚礼，参加婚礼了，来，起来。谢志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句话去。我呀，对，你说两句，说。这样，我来问你们俩3个问题，来帮你们捋清一下思路，看看自己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决定了后面到底该怎么做。好。第一个问题，你俩接受长期异地吗？不接受，丈夫，一丈之内叫夫，一丈之外的，都会变成前夫。是不可持续。第二个问题。如果今天任何一方做出牺牲，会成为将来情感勒索对方的理由吗？我就不可能勒索你，我就不会辞职。好，第3个问题，江峰，你认为拒绝升迁是牺牲吗？我不接受你的牺牲，江峰。面对你自己，也面对现实吧。长痛不如短痛。不是这样子的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哎，怎么会是这样子的？咱们有事好好商量啊！你商量来，你起来嘛！咱们有什么事好好商量啊！我就不应该让你说话，你赶紧给我出去！出去！你们2个人。再好好的商量商量，对，多考虑，好好考虑。月，哎，干什么呀你？月，干什么呀你？江峰，干什么？哎，他们俩也是你朋友，人家本来就不想离婚，你是干嘛？你就忍心拆散他们呀？你懂什么叫做当断则断，及时止损吗？优秀的法官和优秀的律师在一起，有可能是个悲剧，
难不成要等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再讨论分手吗？我这当事人的情况他不一样，对吧？没有人规定上班族和家庭主妇不能在一块儿。那是上班族吗？啊，他老婆给他生了3个孩子，留下了一身毛病，他在外面沾花惹草，畜生还差不多。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像你这样爱憎分明的，一日夫妻百日恩。我保证在财产分配上给予无过错一方最大的倾斜。沈法官，您怎么就不信呢？我当事人他是真的不想分开。你的所作所为值得我相信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啊，要么让他自己撤诉，要么让你的当事人亲自来找我，没有第3种选择。你不要再跟着我了。你怎么不当终结者啊？你来什么架势挺啊你？拖鞋。今天就在我这儿凑合夜吧。肯收留就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我家现在是彻底待不了了。我爸妈现在是媳妇儿在，儿子在，媳妇儿没了，儿子也不要了。哎，这事能怪我吗？怨谁？我也弄不懂你想什么呢。前面你拖延逃避也就算了，调令都下了，你还不当面跟娄月好好交代，坦白从宽？他那么忙，你就发个微信，你巴不得他看不见吧？你别管我怎么盘算，可他最终回来没问题啊！你看看你，你到现在还在执迷不悟，你就是无法面对娄月，不敢当他面坦白，你掐着点发，故意让他妈看见的吧？说1000道1万，你得帮我。我帮你了，今天收留你，让你住我家。你到底哪边的呀？啊？你说我新婚之夜，媳妇儿没了，亲情断了，有家不能回，哪个地狱判官一回比？天理呢？你还没到终审呢，还有上诉的权利。我劝你认清现实，争取死缓。大哥，我是来求安慰的，你不会说话可以装哑巴。安慰剂、麻醉药都不能当饭吃。你现在要紧的是深刻反思，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醒醒了吧，马上到了。行了，早就花了。不是你怎么能那么困呢？你怎么不早点叫啊？我叫你好几遍了，你睡得跟个小猪似的。你不会怀孕了吧？怀什么怀？我这正按照计划走呢，还不到时候。咱这备孕跟备战高考似的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怎么了？备孕可是件大事儿，饮食、作息、营养、锻炼都不能掉以轻心。行。我就是想把身体调养好，让宝宝在最健康的环境里着床，从第1天起就赢到起跑线上，你懂不懂？可这功课也得按时交啊，老婆，道理我都知道，可是那最佳状态它不等你啊。行了你，反正咱按计划一步一步来，一个环节都不能落下。缘分到了，自然就来了。老婆，你早说呀，我这心里面就有底了。开车。菲菲，手表带了吗？充好电了吗？喷雾呢？跟你说了多少遍，这些东西要带好，还好我这儿有备份。以后啊，这些东西上学都必须带着，知道吗？放学的时候务必这些东西都得在。哎，老婆，一会儿我直接去机场了啊！我出差这些天，你照顾好自己啊。不行，
比心。早啊！走。早了姐。咋？吃了吗你们？吃过了。哎呀，四姐早呀，早。我把今天的案牉给你带过来。哎呀，不少呢。你看嘛，吃这么多药对肝不好，这是复合维生素，备孕调理身体的。你俩备孕了这么久没动静，还以为你改变主意了呢。哎，这不是之前肖兵应酬跟人喝酒了，医生说备孕得禁酒小半年呢。后来又赶上我流感，想着怎么着也得缓缓吧，结果又拖2个月。你还没结婚，备孕方方面面都得注意。你我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，要怎么把人间烟火缝补，让恨释怀爱能如初，开垦生活的荒芜，同行一路多盼望。让我做破晓的风，吹散所有苦痛，让我做单身的舟，公道自在。人心之中多少呼喊，挣扎着迷茫着等待回声点燃灯火，回应诉说你应该幸福，这掷地有声。一件件小事织成了生活，生活的转化铸成了天。你过得好吗？为何而挣扎？总有些问题种如山。